男嘉宾陈先生，27岁，来自黑龙江，公司职员。有请陈先生，有请。女嘉宾沙女士，28岁，来自黑龙江，是一名护士。来，有请小沙，有请。欢迎啊！结婚2年了哈。对。啊？对。有娃没？没有。今天谁要来的？我俩都想来。哦，都想来，来干嘛？我俩认识1年，结婚快2年了。但是生活中吧，就有许多小矛盾不断。就比如说他有时候在家吃饭的时候就非常慢。那我吃饭慢怎么的了呀？再说我胃不好，我消化不是那么特别好，所以说我必须得慢点吃啊。我做饭的时候就比较晚，而且那个第二天早上还得上班。完了每次呢，我吃完饭了呢，我先把我自己的碗洗了，他呢吃完以后把碗放那儿了，走了。那我让你洗了吗？我也没让你洗啊。那你没让我洗，第二天早上碗还在那儿呢。那我后来我不也洗了吗？我没用你洗啊。再说了，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胃疼的时候我让你去给我买药，你怎么不给我买呢？我给你买了，都在家里边药盒里边都放着呢。再说你买那些药，根本我吃完了之后我就感觉不舒服，我说让你再出去再给我买一样药，你就不给我买了呀。还有特别能花钱，化妆品基本上就是在桌子上摆一大堆。谁摆一大堆了？再说我每次买化妆品的时候，我都是快10万才买的呀。还有，那你要这么说我的话，那你每年情人节怎么不送我花呢？这结婚都快2年了，买花也是可能说年轻人说是买花，但是我这属于那种回去爱过日子，说比如说买花浪费钱的，寻思要是买点饭做点菜，搁家里自己在家里过不挺好吗？你们家是不是都是你做菜啊？基本上吧。关键是，那你每次你应酬的时候，我一打电话催你还不愿意。我每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是在领导跟前。每次他一打电话了，正好是我们快吃饭，刚吃饭的时候，我寻思我跟领导说，我说出去接个电话，完我出去一趟，告诉他了，我说我那晚点回去。最后第2遍还打，没完没了。那我打我不是关心你吗？还有就是他跟女同事吃饭的时候啊，不告诉我，他说他回娘家了。我每次给我丈母娘给我老丈人打电话，我说他是回家吃饭去了吗？完了那个我岳父跟我说没有啊。不是，我就不怕你那再多想嘛，因为我同事男女都有，所以说我怕你再多想嘛。那还有一个家里还有一个事儿呢，你说我在客厅抽烟，我什么时候在客厅抽烟了？你怎么没吸烟呢？烟味儿还特别大，你不知道我有鼻炎吗？那每次我是在客厅，因为我每次要工作的时候我要赶稿，我跟他说我搁客厅抽烟，你就进屋堵我吧。完了让他回堵我了，我说要你顺便把门关上，完他还不关门。你关上之后那个烟味不会进来吗？那家里有空调，再说了开个空调开个窗户，他那玩意儿也不是说也不能怎么冷。再说现在是冬天，你让人开窗，你想让我冻感冒了啊？还有啥事儿啊，两位？再就是他说有时候他说我不刮胡子，啊，说我不刮胡子。对，人家正常男人都1到2天刮一次，你是4到5天刮一次。我每次不上班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正式会议的时候，因为领导都不在，我们可以随便，我可以想刮就刮，因为不上班我不可能那么讲究。但是我感觉男人要是作为一个男人的话不刮胡，我感觉显得特别脏。那你要说我脏的话，那家里边的衣服有时候基本上都快摞1个星期了，我告诉你洗你怎么不洗啊？我怎么没洗呢？我不插空就洗了吗？1个星期洗1次，完之后有时候1个星期我也洗2次，歘着有空的时候，我工作不也忙吗？也倒夜班吗？你倒夜班，每次你下班的时候都比我早，你4点多以后就下班了。我呢，我每天到7点，或者是再晚点，有时候就8点。再加会儿班有时候9点。我就感觉你太不体谅人了。你知道，作为一名护士的话，一天下来的话也挺累的。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还总去上网呢，打网游呢。我每次上网，我跟他说了，我说那个，因为单位吧，他有时候赶那稿，他还怕我搁家抽烟，完我寻思实在不行，我就出去上网吧，跟网吧整吧。跟网吧整完了以后呢，回来的也比较晚，完他就说我上网上时间长。那你本来就是，再说第2天还得上班，我得注意休息。那你这个东西，你上时间也得有限的，不能说一直上啊。27，什么时候要娃？
觉得应该是事业先稳定一些，要么没时间。现在最不稳定的是什么呀？因为我们那个最不稳定的话，就是这个工资这个问题。因为我俩花销有时候花销都比较大。月光差不多。差不多。什么时候想要娃呀？我想在那个，就是感觉着自己就是能控制住，不达到那个月光族的那个状态以后，这样，要不然的话，孩子怎么办呀？在这个问题上，夫妻双方是一致的哈。对，就是我们条件再好一点。对，对。这不是挺幸福的吗？哪家夫妻不为这点破事儿吵啊？你们到底怎么了？吵完之后还理对方吗？有时候打过冷战。哦，就吵完之后就不再理对方了。你基本上就是有时候，因为我身为男的，也不可能动手，只能说是走，要不就是自己出去生闷气去，要不就是我自己走了。你指的出去和走了是指离开家吗？基本上就是有时候离开家了。明白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很多的琐事，夫妻争吵，但是还好，一对年轻人觉得说我们这争吵可能不是回事儿，对，所以想调整，对吧？对，好，来吧，老师们，你们给看看怎么办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二位好哈。就是我很少能看到一对情侣结婚之后短短的1、2年的时间哈，生活当中对于彼此斤斤计较到如此地步。在你们的身上基本上看不到对于对方的那份包容，因为爱对于对方的那份理解，因为爱对于对方的那份我干吧，你不要干了，你辛苦了，那份支持和呵护，就为什么看不到呢？我们虽然说就是婚前婚后两个人都会有变化，但是另一方面，责任呢？问题呢？原因呢？老公为什么没有像初恋的时候或者像恋爱期间对你那么的好了？难道只是因为他善变吗？跟你的自我管理，你的平时的这种日常表现，你的魅力值直线下滑有没有关系呢？我们也发现不是所有的老公结婚之后都变得很糟糕，或者是假面具一撕，不是的，也有很多结婚之后比结婚之前还更加疼爱自己的老婆，大有人在哦。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变呢？那反过来，我觉得男孩也是要检讨，对不对？为什么结婚之后老婆变得斤斤计较，哒？那是不是你某些地方不对了？你是不是还要像结婚之前要保持一些东西啊？而且你是男人，对吧？因为感情的事本来就没有谁对谁错嘛。但是男女之间，男人其实有的时候应该多承担一点，多站出来，多主动一点，多低头一点。关上门，幸福生活自己体验，这比什么都强嘛。不要太斤斤计较，计较有的时候是女孩的专利。如果你真心爱她，希望跟她走得远，就把自尊放下，辛苦一点没关系，对不对？好，谢谢雨桐。沙大老师，结婚就是2个相爱的人在一起，相互忍耐，相互照顾彼此。所以你们2个人现在缺乏的是相互忍耐对方。当然在谈恋爱的时候，大家都有那种的激情在，觉得我为了你忍一忍让一让，我为了你我退一步都 OK。 可是结婚了以后，男生就觉得已经都到手了，女生也觉得反正都嫁给你了，我就一定要争取我的权益，在这个家当中谁都想当这个家做主的那个人。所以呢，你2个人都会你争我夺，你要听我的不行，你得听我的。在婚姻生活当中，没有谁是一定占主导权的，夫妻就是协同作战，2个人商量着来。如果学不会忍耐，学不会协商的话，那迟早婚姻会亮起红灯。在这我要想说多说女方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太咄咄逼人的话，会给自己僵到一个死胡同里面。就是你知道你们2个人的吵架就是那种无理取闹型的吵架，而且吵架是奔着解决问题去的，不是发泄情绪和耍小孩子脾气的。所以如果真的想要好好的相爱的话，先学会好好的吵架。男生这边我奉劝你的是，
结婚前什么样，结婚后请你做到70%。如果做不到的话，那你结婚前就不要做的那么满，要不然的话，你结婚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极度的转变，对女方来说肯定是接受不了。所以总归一句话，相互忍耐，相互包容，婚姻才能继续的往下走。祝你们幸福，谢谢。好，谢谢沙大老师。来，涂老师。都说最好的婚姻，再好的婚姻，它也会有几十次分手的想法，离婚的念头和数千次想要掐死对方的冲动。但是很多人选择了忍，或一忍再忍，这种忍是一种主动的。不要渴望去改变你的爱人那些所谓的习惯，我告诉你，你死了这条心。事实证明，很多结了几十年金婚的夫妻，是对方身上的那些秉性一辈子都改不掉。但是虽然改不掉，但有些人会有一点敬畏。就比如说，如果你身上有一个缺点，你改是改不掉的，但是你为了让对方舒服，你会有点不好意思，或者假装的糊弄那么2下，那说明你内心在乎。你们连现在糊弄对方都不愿意糊弄了，你们俩还在一起干什么呢？所以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没有，就爱一个人呢，是一边忍耐着，又一边宠爱着。就比如说，你说他吃饭慢，对不对？每天嘴里念念叨叨的说你吃饭慢，吃饭慢，吃饭慢，念着念着念着，等他吃完了，你还是把碗给收拾了，这叫爱。每天说他一天到晚网购，花那么多钱，说着念叨着，又把他购物车里的东西给清空了，这就是爱。只有第三者或者是旁观者才会一味的去指责，但只有爱人在一边说着，一边又帮他完成了，这是真实的人性。谁家里不是这样？一边说着我们家那死鬼又喝酒去了，等他回家之后倒热茶，敷热毛巾，换好拖鞋，这就是爱呀。只有爱人会在两难的过程当中选择付出，嘴里面的念念叨叨那是一种发泄，但是在发泄的同时，还是以关爱着对方的方式来包容这些缺点，那就是爱，这就是生活的本来。所以如果你们只知道指责，指责过后不能够去承受，那就不要在一起，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完美的人，明白吗？明白。就这样，祝你们幸福。好，谢谢杜老师啊，听懂了？以后陪他吃饭吧，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说是这么说啊，包容什么的，你们俩有一个下班之后能够坐在一起，共同待2个小时的那种爱好吗？你们回家去找找，如果你们真有，天天都有那2个小时的话，你们不会这么吵，还得找，还是有方法。其他的不说了，我觉得2个人还是积极向上的。我们想改这个婚姻，千万不要做两面人，一边说我们想这个婚姻幸福，我们来这儿了，一边真的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们还是恢复以前那个状态。好好的吧，你们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俩其实结婚算2年了，经过了很多风风雨雨。有可能说我这人可能说太小心眼儿，也有可能说对他可能是不太好。希望就是如果说，我希望我可以把我自己这些不能容忍的和不能看得开的一个小毛病改掉，去对他好。因为我也想要被包容，不想说天天回去每天看着一张冷冰冰的脸。希望我以后工作的时候能多包容我一些。你说的话呢，我也会深思一下，我以后也看看我会改改我的毛病。谢谢2位，请回吧。啊，谢谢你们啊。相恋1年，结婚2年啊，所有的外人看起来全是生活里面琐事。来吧，看看他们怎么再次相见的，请开门。
说爱我，在我的耳边对我说，我已经真的太久忘了这种心动。